的事情。哦，这样子还没忙完啊？有时候啦，任务蛮多的啊。对，不过这礼我看你拜还是要还做演讲啊，还有拍摄啊，这些都有，还有去讲课。还要拍摄，反正有空就去吧，没空也去，反正就是好。OK， 大家好，大叔中文来了，来喽，来喽，来喽。IG 开一下。哇，我明川。们今天的第一名竟然是帅哥，印尼帅哥明川哦。好，对 OK， 然后欢迎大家。今天我跟灿叔呢要聊一个，如果你有到中国留学或生活过，应该都会遇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哦。对，好，这个话题就是文化文冲击。化冲击。好，其实不只是外国人到中国啦哦，你像我们有时候去国外旅游才几天，就可以感受到很大的文化冲击哦。你像我去韩国虽然都是亚洲国家哦，但是我就觉得说，韩国每餐一定要吃很多泡菜。泡菜哈啊，对，主餐的旁边，我记得我每一次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哇，主菜旁边全部都是10道左右的泡菜的那一碟一碟放着。对，然后我吃到都怕了，所以我都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很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聊聊，没错。灿叔你说，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在自己国家没有很深刻的体会，一旦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之后，你满眼看去都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和你平常看的感觉都不一样。其实我没怎么出过国，但是之前我也去过巴厘岛，我发现那地方他们也是好像信佛教也有。我看他们很多雕像啊，就和中国大陆看到的佛像雕像完全不一样，就是感觉很凶啊。他们可能需要通过很表现凶的这种状态来让大家敬畏吧。我是觉得在中国大陆这些佛像都很慈祥，整体比较慈祥。对，然后都是那个眼睛都是半闭的这样子，对，然后安详慈祥，俯瞰着众生那种感觉哦。对，好。我们很多同学都来了哦，诺威你不止第5了，你可能15了啊，诺威你已经很后面了啊。佳佳还有这位 Takeni 他应该是塔 K 啊，日语，他日本人，塔 K 娘哦，好 OK 好，那这个看到日文啊，就是日本跟我们文化也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啊。好，来看一下。在中国的文化冲击，哎呀，这个有一个新会员了，谢谢，太感谢了，是，突然精神百倍，本来都蔫蔫了，突然之间哇，本来都想要睡觉了突然醒过来了，看到有会员就醒过来了。对，好，那么灿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来中国会遇到怎么样的文化冲击啊？好，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因为每个人每天总得上厕所嘛，对不对？对，特别是在外面的公共厕所，你就会发现啊，确实蹲坑很多啊，或者叫蹲厕啊。这个灿叔我问你了啊，因为在台湾的话，公厕算是有蹲的，也有坐的，都有。所以你以台湾这边来讲，蹲厕也还好，不会有太大的文化冲击。那大陆的状况是怎样？他没有做事的吗？有，一般情况是这个，比如说一个卫生间，男生的卫生间里头有4、5个坑的话，可能有1个是这个坐便式的，有4个是蹲坑式的，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其实还是这样，中国人反倒因为习惯了蹲坑，会觉得蹲坑挺方便，而且我会觉得干净吧。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马桶，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坐上去，你这脱了裤子坐上去啊，就怕和别人接触，所以也不是有些这个厕所里头，它的这个马桶还会提供这个马桶圈，对，就怕有些人不干净，会有这种状态的东西。对，这个状况其实跟台湾就差不多，台湾也是一间公厕里面可能有1至2个坐式的，那其他都是蹲式的。那你以我个人来说，如果这间餐厅很干净，我会考虑用坐式的。对，但是如果这间餐厅是不是就是很一般，
我可能就会考虑蹲式的，因为也是怕那个肌肤接触的问题。对呀，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过很多外国人可能无法习惯蹲厕，然后看到这样的厕所又没有做事的，可能上厕所就没有办法上大号，上出来了是吧？为什么我不懂外国人为什么没办法上这种蹲厕呢？我不晓得耶。我觉得还是习惯了，你从小都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会觉得很奇怪。而且我觉得说实话，说再奇怪点，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厕所那更简陋了。比如在村里头，就底下一般有一个桶，对，茅厕，上面架几块板，中间有一个这个空档，你在里面。哇，那个根本也没有蹲的了，就是用2个板子让你踩着。对呀，对呀。所以而且还是漏风的呀，镂空的，上面人就能看到里头的呀。对，然后。而且以前常常小时候啦，听说有人会掉到茅厕里面淹死的。那不至于吧？淹死那不至于。很简陋的那种，很简陋的那种，会真的站不稳的话很危险。说起这个，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我外公告诉我的，就在中国，就是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后期是有武斗的，你知道吗？武斗就直接有开枪的。就是他们武器别那些枪不知道哪里拿来的。当时我外公在上厕所的时候，就在外面听到嗖打，biang biang biang 打枪，有一颗子弹就直接穿进来了，把他吓死，真的。OK。因为那个茅厕一般情况就在路边，一般情况都在路边而且是很简陋，隔板非常简陋，可能只有一个木板挡着而已所以这个好，我们这个看一下同学们的。好多呀，评论应该蛮有意思的。好，周迪问冲击是什么意思？就 shock 嘛，这不是 culture shock 嘛？对啊，冲击可能有很多意思了。对，就是可能最简单的意思是你可能被东西撞到了第二个意思就是属于可能这个人的这个国家的文化跟你不一样，你会觉得好像非常不习惯你会受到刺激的感觉这叫冲击。明川说亚洲人应该没问题，对所以可能东南亚如果我讲错，同学可以纠正我。所以东南亚的公厕可能也很多这种蹲厕蹲厕，估计是好，然后林子说日本也有蹲厕真的吗？日本听说家里的厕所你上完了还有那种冲水式的，可以有啊，现在中国都有啊，我家都有啊，真的吗？这么进步，就是温水，对不对？你温水啊，就是上完大号之后，它就会对你按一个按钮，就是按一个按钮，然后就会用温水冲洗你的屁股。对，温水冲洗。而且这个东西是这样，人就是这样，一旦用习惯了这个东西，你在别的地方发现没有这个东西，感觉就擦不干净的，你知道吗？感觉是擦不干净。那是不是冲完你的屁股之后还会帮你烘干？有烘干的键，但一般情况懒得等了，就是直接拿个纸，是不是有点恶心？阐述说这么细的东西，不会，卫生纸把屁股擦干净就好了。对。我听说日本所以现在灿叔没想到你家的厕所这么高级。大陆其实现在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挺普遍的东西了，挺普遍的东西。那台湾这点真的台湾这点要改善一下，因为我们的厕所都是很一般的。因为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多少年前7、8年还5、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在中国刮起一阵旋风就是日本马桶旋风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好像首先研发出这种产品，所以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专门买一个马桶就是这个马桶盖叫做马桶盖，直接带回来。后来中国工厂很多就开始做这些东西了，对，后来就开始越来越便宜了，越来越便宜。OK。所以我之前有听过报道说就是中国人去日本也会买这样的东西回来。对好像就是那段时间，后来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些工厂很快就跟进了嘛，就很快就上来了，产量就很快上来了。这个我倒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冲击，因为在台湾还没有普遍，都没有普及对，好的，我们念一下佳佳的句子日本也有蹲式的厕所，所以这没问题。问题就是中国的厕所没有门，被人看到。好多基本上，比如说商场里头都有门呀，都有门呢。当然我相信乡下的可能没有，乡下没有乡下可能没有
然后可能男生啦，女生应该都有，男生那个小便斗如果是那个那没人看呀，小便是有的没有可能有的是没有对对，好 ，OK， 好，那周迪因为他在东北嘛所以他他说他公共厕所都是坐厕都是马桶的， okay， 那就是好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外国人可能都觉得中国的厕所公厕是没有门的，有啦，都有，其实我觉得都进步了啦，都进步了。那当然，男生那个小便斗是没有嘛那个我想男生上大号的那个一定是有门的，都有啊，不然的话怎么上出来啊？谁受得了被人看到这个？对，然后这位同学说，可能看到以前遇到人上厕所不关门或者不锁门的不关门，它是指门直接开着呢，还是说不锁起来？可能是，我觉得女生不可能啦，男厕可能有的人就是去大号的地方尿尿，或许他就不关门不过我告诉各位同学，现在中国人的这个水平应该也都提高了，卫生水平也都提高了，所以我觉得已经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陋。就特别是你去大城市，不可能遇到像大家说的这个上厕所不关门呀等等，没有这种情况。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外国人觉得蹲厕会上不准，没有办法瞄准，大便会大出来好，这个我们就不加描述了，大家知道就好。好，我们来看文化冲击 Top 2， 来中国人都是工作狂。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没办法否认我觉得工作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然后当然我们也刻板印象是外国人很重视休闲活动，中国人相对没有那么重视休闲活动所以灿叔觉得这算是个对外国人来说会是很强烈的文化冲击吗？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之前在别的地方也聊过，就是中国人是工作狂996很多人听说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环境导致的原因，是一部分，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因为中国人那么多，你想想看，大家竞争同一个这个工作岗位的话，你不上别人就上了，你不工作自然有大把的人等着这个工作机会，所以你不得不就像你说的是内卷，就肯定会很拼命的去工作，因为有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感觉上就比较容易，就是感觉很努力的工作。第二点，我觉得还是工作很努力不只是中国像儒家文化圈的人，我觉得整体都一样。日本和韩国这个经济发展起来也是因为特别的努力工作你看之前看很多这些资料也是这样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努力去工作呢？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反倒有躺平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在前几十年的时候，这个状态下，就是中国人觉得我只要好好努力工作，我是能赚到钱的，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有这个前景，有这个预期的。但是像现在这些年轻人会觉得反正我在努力工作，好像也过不上，甚至赚不到我爸妈他们能赚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努力工作？现在反倒年轻人没有那么努力工作，因为有这么个预期的问题。对，所以大家的这个印象可能是上一辈的人比较努力一些，比较多没有错。而且我觉得这个灿叔刚刚说的这个儒家思想就是鼓励大家努力工作，赚了钱可以照顾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个让自己的家人过上很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从小就灌输到大，好好读书才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要为什么？好好赚钱嘛，钱赚好了，赚多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也把父母照顾好所以这个就是从小到大教育灌输我们的，也是说好好读书，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最好是我爸妈都告诉我好好读书，以后长大可以做办公室的工作，不会那么辛苦做劳力的，你可以坐在办公室吹冷气吹空调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也是从小父母亲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好好工作才能才能赚钱所以这个那我觉得外国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思想灌输了他们的父母可能都觉得你只要好好的生活
开心快乐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外国人也相对因为这样的思想灌输，他们可能也很重视休闲生活啊。对，中国人而且这个工作的状态基本上真的是在流淌的血液里。你看笨叔多么的拼啊，周末都要上课，是吧？对啊，所以这个你像不要说笨叔了，我们两个是过着比较没有那么紧张的生活，但是我们其实每天也都一直想着要做什么做什么。对对，每天都做视频，然后都想什么，其实我们也不一定真的是为了家人。我觉得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是觉得要努力工作。感觉很充实啊！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充实感很重要，而且你是能得到一些正向反馈的。你越做得到反馈越好，你就越想做，因为做的东西本身就带给很多人，带给你自己很多这种幸福的感觉嘛。要是成天休息，我反倒有点受不了，因为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感觉挺无聊的，对我而言。我反倒工作啊，找些事情干的时候，我感觉会很充实，整个人打了鸡血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讲到文化冲击的部分，就是可能外国人来中国工作会发现，下班时间明明到了，为什么中国人都不离开？大家都在撑，看谁能够就是比较晚下班，老板就会觉得晚下班的更认真。这个在外国人眼里可能觉得太不正常了，很畸形的一种职场文化对，好，那这个我认为中国人大部分了现在年轻人有比较重视休闲生活了，对，但是老一辈的可能都还是以工作为主好，我们再看 Top 3。好中国人吃很多奇怪的东西啊，这上面就列了几个了，是吗？好，我们看这边的东西有多奇怪。第一个，灿叔知道这是什么？鸭心吗？还是？是鸡屁股。鸡屁股啊，我都没吃过。我也不敢吃，但是我知道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叫它凤尾肉，对不对？对对对，很喜欢现在年轻人也不太吃了吧？我觉得老一辈的喜欢吃鸡屁股，而且它好像脂肪很多吧？其实对身体健康不太好。对对。好，那这个是什么？鸡爪嘛，鸡爪，凤爪，鸡爪，对不对？对。好，这个可能是很平常的。很普遍的一种小吃了，而且这几个鸡爪怎么这么妖娆？感觉像手指对，那个感觉很美味的感觉。这个是皮蛋，皮蛋，可能外国人没办法接受皮蛋，而且我记得以前那个小时候听说皮蛋是那个马尿去浸出来的，马尿去浸出来的。以前的人做皮蛋是用马尿浸出来的。真的呀？真的，真的，所以外国人看到这个恐怕会吓死了。我今天晚上还吃了皮蛋呢，皮蛋拌这个黄瓜还挺好吃的。对，还有皮蛋可以加稀饭也很好吃。对，加豆腐皮蛋瘦肉粥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明川知道以前的皮蛋是用马尿，不是做的，是浸出来的，浸泡，浸泡出来的好，这上面是什么呀？都是臭豆腐。上面这个不是臭豆腐，上面这个叫猪血糕。猪血糕台湾的一个吃的。对，猪血糕就是用猪的血或鸭的血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跟糯米一起把它做成煎了吗？是在油锅里煎的，就它可能用什么东西把它定型了吧？然后再加上里面吃的那血是怎么熟的呢？血可能加热就可以凝固了。只要加热就能吃是吧？就可以凝固了，然后还有糯米，那外面呢会加上香菜还有花生粉。这个是我还没有吃素前最喜欢吃的。那我吃素之后我就改吃紫米糕，是一样的口味一样，但是它是用紫米做的。那里面就没有那个血了吗？就没有，它是用别的，我不晓得是什么，我只觉得就是可能是别的东西把它定型了。对。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周迪说的臭豆腐，臭豆腐很好吃啊，周迪。对啊，臭豆腐很好吃啊，我最喜欢吃臭豆腐了好，然后明俊说越南人常吃毛蛋。毛蛋是什么？我也不晓得，毛蛋是不是那个鸭的蛋还没有成熟的那个状态？那个是不是叫毛蛋？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我听说越南人吃那个鸭的蛋那个鸭子快成型的时候，胚胎快成型的时候把它打开来，所以你看得到鸭子的样子。
啊，他们会吃那个东西，对，是吧？对，明俊说对，就是那个东西啊。所以其实他们吃的也很奇怪，我们不习惯的人啦，所以我觉得亚洲的对于欧美的朋友们来说亚洲的食物你们应该都觉得很奇怪对那我们没有吃过的东南亚饮食，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像会吃虫子呀什么的吧，应该对，像蟋蟀或虫子，这个就像灿叔说的，其实总归一句话都是习惯问题了习惯问题。好，那这位同学的问题我们来念一下。在中国很久以前是不是有猴脑这道菜？这个真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坏事传千里啊，真的。我觉得现在我也听说过，在以前是有人吃这么一道菜，对有钱人猴子还活着的时候吃的，对。但是这个都是比较标新立异的有钱人会去吃这些东西，对，而且现在不允许吃的，对，不可以。现在还有另外是卫生问题另外是保育动物的观念也比较兴盛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听到猴脑应该会觉得有点恶心对啊，这个残忍恶心，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现在中国人还吃这种东西，以前也没有那么普遍，以前是有钱人跟标新立异的人才会去吃这种东西，然后那些人就是认为吃脑补脑观念也非常的陈旧这种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认为现在中国人还吃这些真的不够保育然后很残忍的东西，其实现在没有就像茶叔说，就是那个时代突然开始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暴发户很多，他们就要显示自己很富有富有怎么显示？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别人吃不到的东西，就有这样。对，是有的好这个同学说话非常的婉转，老师不是奇怪，是丰富。对，应该是丰富了是的，是的。好，这位同学好像对我们的食物有点偏见中国吃东西太难吃了，老师。一看就怕吃，那看你吃什么呀？主要是因为还有很多正常的食物呀，有些东西看起来很香火锅你们都喜欢吗？火锅、包子我相信你们都吃过，小笼包应该都不错。对啊，面条炒饭面条炒饭喝的像豆浆炒鸡蛋对啊，这个很香看起来。其实像灿叔说的我们台湾有个网红叫钟明轩他去了大陆一线城市去玩过之后，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通过他的视频也发现其实中国的食物有一些也蛮特别的，让我们很想去尝试。就是虽然名字都一样，可能口味尝起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其实中国有些每个地方其实很多东西名字一样，口味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食材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就不一样，真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各位同学不要用一些想法去局限自己你可以去尝试，真的不喜欢也是人生一个有趣的尝试嘛对，那说不定你觉得好吃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确会吃很丰富的各式各样的食物，但是我认为都值得你去尝试不要觉得很奇怪你就不去试了。我觉得每一种食物都有它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这是一种这个文化，也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多了解中国这个国家通过吃啦吃我们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嘛所以我觉得通过吃你可以很了解中国好 OK， 然后周迪说鸡爪有营养吗？其实说实话，食物这个东西有些都是提供营养，有些吃的是那种吃的感觉。比如说鸡爪子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比较硬一些的，有些人喜欢这样嚼，慢慢的一点点嚼，有些做的是比较软一些的，对，糯糯的软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主要是口感的感觉，不是说有多么营养。对好，然后有一位同学为什么老外最大冲击川菜太麻了吧，麻辣的可能太辣有麻，主要是麻，川菜最大特色是让你吃完嘴巴之后麻麻的，会麻麻的OK，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特别，因为台湾没有什么麻的东西，我们辣就是很辣，所以这个麻跟辣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不一样。我最早去重庆上学的时候，因为重庆的菜和四川是一样的嘛，
我最早的时候也不习惯，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麻的，嘴巴感觉都嘴唇都肿起来了，反正。对。但是吃习惯觉得会很好吃，很特而且有的那种听说吃麻的东西哦，只要适量，其实对身体的循环啦健康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好，我们看 Top 4， 好来。中国人的英语普遍不是很好，确实。灿叔，你代表大陆发言一下。这个怎么代表？说实话，真的我是觉得普遍不怎么好吧，普遍没有那么好。但一线城市的能好一点。对，但是整体怎么说呢？虽然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英语，但是英语这个不怎么注重这个实用性，不怎么用来交流啊、聊天什么的，学习考试比较多。所以整体的话，就是交流水平上不是很高，这是实话。但是中国人这个词汇量啊、阅读水平啊还是很高的。这点我觉得台湾跟大陆差不多了那我觉得几个原因不过我在讲原因前，我想可能同学们可以分享一下，你来中国的时候，你用英文跟中国人聊天，他们是不是没有办法用流利的英文回答你？是不是这样子？让你觉得在中国用英文沟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经验留言告诉我们，我也蛮好奇的。不过我觉得台湾跟大陆就像灿叔一样普遍来讲，如果你用英文跟路上随便找一个人用英文跟他说话，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用很流利的英文回答你。可能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灿叔说的，我们从小的教育注重的是读，阅读，我们对于说并没有很高度的训练。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比较内敛害羞，所以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很热情，很想要帮助你。但是可能因为从小就很害羞，没有什么练习英文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口语能力真的很差。我们可以读得很好，但是口语能力真的很差所以这一点可能我认为这个文化冲击会有。我也觉得像一线城市或大城市，我当然觉得也还好，但是你就会遇到英文不好的人了，更不要说到了2线城市或比较乡下的地方，可能他们看到外国人想跟他们讲话就跑走了，赶紧跑。I cannot speak English, don't speak to me。 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华人甚至亚洲人的个性比较内向也有关系。因为像我去韩国的时候，我用英文跟杂货店的老板说话，他是躲在里面不出来的。我要买东西，他躲在里面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亚洲国家普遍有这样英文没有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啦如果我说错，大家可以纠正我我在韩国的经验也是这样。那当然可能那个杂货店老板是年纪比较大的，也有可能好，就像你说的，其实比如说可能在别的国家你像东南亚，他们很多国家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他们其实很多人就平常用英语的机会是很多的。再怎么样，虽然有口音，他也曾经能用但中国这个环境下，可能大家平常接触的外国人也没有那么多。很多人呢，他们外国人来中国之后，要么抱团的，他们自己是有旅游团的，对吧？要么你去这个买东西，就是工厂啊什么的，你是专门的翻译的。他平常在这个整体的自己就是那种自由行的，我感觉没有那么多，就需要比如说有些小卖部老板会跟你交流啊等等，我觉得比较少这种机会。在国外东南亚那种国家，可能我感觉反倒比较好。对比中国好多了，我觉得比中国好多了。我觉得大概日本韩国中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没有很好那个日本的朋友跟韩国的朋友不要骂我，这是我的刻板印象。我觉得我们3个国家的英文普遍都不太好差不多都在那里马马虎虎茶叔的英文发音特别好哇，你这么赞美我以后不敢讲英文因为茶叔的这个直播课很多时候会用英语发音对，我会特别讲比较初阶的中文，我会用英文好，然后周迪说1线城市的人英文说得好一些，对这个不可否认甚至很多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更大胆一些了，其实主要是这个好，那这位同学是尼日利亚人，但是习惯吃中国的饭中国人的饭好的，那么我们来看 Top 5
互联网的这个监管严格，人们不用 Google、Facebook， 而是使用百度、微信和微博。这个问题就必须让我回答，茶叔肯定不知道。对，这个互联网监管确实会相对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有些词它是不能用的，不只是政治敏感性了，政治上当然也有，政治上有些东西不让，就是在互联网上不能轻易讨论，比如说涉及的政府的一些东西啊，对，国家领导人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有些词条是直接禁掉的，你是打不出来的，对，这是一点。还有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中国政府有时候就是感觉像一个妈一样，就管太多了。比如说，你看那个有些你看 B 站里头，他们有些做视频啊，有些字幕有些词都不能打的，比如说死啊，都用 S 替代，你知道吧？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些词像什么他什么的钱或什么，你们会习惯打一个英文字代表，对吧？会有些替代，因为不能打。对，哦，OK，我了解。还有 Google 和 Facebook 确实用不了，这点是之前我好像就是好像是说在大陆的话，它必须遵守一定的大陆的规则，所以的话，它其实他们公司也不愿意遵守，因为说实话，本来市场在国外也很大，他们没必要硬扛这个。而且说实话，当时中国政府也为了扶持本地的这个互联网这些公司，你像百度，它就和 Google 是竞争的嘛。Facebook 对应的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叫人人网，和 Facebook 一样，后来没有发展好。但是后来你像这个微信他们起来之后，其实是社交媒体的这个其实已经功能的话，其实比 Facebook 已经好多了。所以其实当时一开始中国在互联网萌芽的时候，其实中国政府是有专门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墙啊。一方面当然有言论这个管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国内这些企业出生的萌芽期的企业。不然的话，国外这些 Google 他们功能这么强 ，Facebook 这么强，那国内的这些说实话就没有机会发展起来了。正是因为有这个墙的保护，他们现在发展起来，你像微信现在发展很好，所以反倒呢后面又发展整个什么钱包啊什么，就功能越来越好。对，然后包括支付也都扶持起来。对，所以这也是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两面性吧，有好有坏。对，那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文化冲击啦，我想很多外国人到了中国之后，可能没有办法适应的就是，在中国没有办法像以前在自己家乡随心所欲的用互联网，甚至周迪在东北嘛，他甚至觉得，国外的在中国用互联网似乎好像变成非法的事情了。那倒也不至于，你像我为什么在上网呢？对，不至于啦，不过我比较认同灿叔说的。政府也是为了扶植自己本身的这个企业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好事了有自己的企业，然后你总不能都是依靠国外的这些企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扶植本国企业是很好的事情，而且也因为这个措施的确在一些行动支付上发展出一个非常完善的制度了，大家只要用手机、微信或支付宝就可以很快的支付。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科技或方便度，的确也让中国金融或者是人民的生活有迈进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去了。我觉得还是有帮助了你现在其实看，就是除了中国这方面之外，有很多这些互联网的大公司，其实在国际上还做的比较大。其实像别的国家其实比较少，别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大公司的天下。没错，因为它本土其实起不来嘛，没有机会起来。因为它本身已经那么成熟了，你国家就是在没有保护的话，不可能让本土的这些东西起来的。对，没有错。我觉得这一点是让企业多样化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很多外国的同学来到中国会觉得很大的文化冲击，因为可能都习惯用 YouTube、Google、Facebook 很习惯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或许适应了你会觉得很方便你像我现在在台湾是都可以用，我甚至也会习惯用大陆的百度还有什么西瓜 B 站我都会去看，我觉得也很丰富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策，然后让自己的产业多样化，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那这个明川说的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
对外国人的这个使用微信真的很麻烦。对，像确实，在台湾也是，我以前也常常被微信那个限制，现在还好。所以莫名其妙他就要你请你跟朋友什么刷一刷，要验证啊什么的，要验证什么的我觉得外国人用微信真的比较麻烦一点当然他是为了安全。他最早的时候确实没考虑外国人嘛，本来就对，那可能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官方可以考虑一下了微信已经算是国际的一个 APP 了，对不对可以考虑一下，不看是放宽。现在是不是好像这个支付宝在中国大陆都可以，比如说绑定国外的银行卡、信用卡了，好像是，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些资源日后也会更国际化只不过这些都需要时间了好 ，OK，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我们聊了5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可能会遇到的文化冲击，不晓得各位外国同学们，你们有没有遇过这些文化冲击？你们同不同意这些对你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冲击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很好奇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好 ，OK， 那这个参数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各位同学记得喜欢大叔中文的话，订阅、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至少给我们个赞吧然后留个言，对不对？留个言，对，我觉得留言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因为从你们的留言我们就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们的视频了而且留言的话会让这个 YouTube 把我们推向更多的观众，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大叔中文。对，那这里也谢谢各位同学很多同学真的很支持我们对，那还要更支持我们好，对，好，那我们就星期4是我们的聊天课嘛星期4我们再跟同学们见面咯。好，大家再见，拜拜。再见，拜拜。